那有人说目前做数字人最好的这个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 Echo Mimic 啊，因为相对于这个字节的 Latent SYNC 来讲呢 ，Echo Mimic 是从一个图片，然后既做出来动画，然后呢也做出来纯形，而且效果保持呢也是非常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目前的这个效果啊，这个我们之前都给大家说过，这儿有一张图片，它的大小呢我把它转成了768×768。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声音，我们听一下。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背叛、欺骗以及磨难。这是它的效果。然后我们在这个节点呢，其实呢使用了 Audio Drive 啊，就是这个模式，声音驱动的一个模式。然后这儿选了 V2 版本啊，因为 V2 比 V1 版本要好很多。那另外的话呢，你注意我这儿选了一个叫 Pose Good 啊，就是说好的这样一个姿势啊。然后呢，你注意它目前的缩放呢是768×768，我们可以看一下30部采样。然后呢，视频呢是25 bps， 声音的采样频率呢是 1.6K， 这个跟Latent SYNC 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我们把它放大，注意纯形以及动作。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好，我把它SYNC 一下。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啊。那说它目前的问题是什么？大家能想起来我们在之前讲这个技术的时候，它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其实是采样的速度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它在后台啊显示这个采样的时候，我们30部采样啊，其实用的时间呢是非常长的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总体的时间，整个的采样过程呢用了797秒，那是将近10几分钟啊，那就是大概13分钟这个样子。那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生成一个120帧的视频啊，需要采样这么慢。所以说这个技术呢，这就是它致命的缺点啊，效率问题。所以说呢，它最近呢做了一版更新，那这个更新主要是在哪个方面？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速度方面。那到底要不要加速呢？我们讲完之后大家再去看啊。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Echo Mimic 的官网啊，就是 Echo Mimic VR 啊，在 GitHub 上的官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1月3号它有一个更新，就是有了一个加速模型啊 ，Accelerate 这样一个模型。据它官方的说明，就是它可以呢进行一个9倍的加速啊。它还在英伟达的 A100 上呢做了一个测试啊，就是如果我们生成120帧，那在 A100 上用7分钟啊，但是在用了这个加速模型之后，只用50秒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待会儿我们来测啊。这个呢，我们如果想在 ComfyUI 里边用这个技术呢，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很多啊，就是按这个扩展就行了 ComfyUI-Echo Mimic。那这个扩展呢，也随着主模型的更新呢，在不断的跟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1月4号呢就做了一版更新，它支持新版的这个 ACC 模型。那需要在这个推理模式里边呢，开启这个动作加速这样一个推理模式，然后呢，你需要下载2个模型啊，这2个模型呢可以自动下载，也可以手动下载。我建议大家呢就手动下载啊，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链接，下载这2个 ACC 的模型。这个模型呢相对来说大一点，一个是 3.4G， 一个是 1.82G 啊。下载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到这个 Models Echo Mimic VR 里边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要用加速模型的话呢，我们需要将步数呢指定为6步，然后 CFG 值啊给它设定成1，尺寸呢是768×768，那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当然呢，大家需要先安装这个扩展。我简单说一下，安装很简单，跟这个普通的扩展安装是一样的。首先把它克隆下来，然后呢安装依赖包就可以。当然你可以通过 Manager 去安装，这个都行。另外呢，大家注意一下，你下载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模型需要的各种各样的链接，其中呢有 V1 和 V2 公用的，同时呢也有单独的 V1 模型和单独的 V2 模型。那你需要怎么去放？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实现加速的一个效果。那模型下载之后呢，大家需要放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ComfyUI 的这个根目录下面呢，我们可以找到 Models 目录，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叫 Echo Mimic VR 啊，这儿有文件夹叫 VR，
然后这两个模型下载完之后放在这儿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这个工作流。那我们需要怎么去改呢？首先呢，你要注意啊，我们需要把这个推理模式呢选成这个动作加速啊，就是 POSACC。另外的话呢，我们需要将这个 CFG 值呢设成1，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给它设成6步就可以啊。按他的说法设成6步就可以，然后这儿呢是768×768。你注意啊，这个动作啊，我们这儿随便选一个它自带就 POS 1就可以啊。那同样我们把这个也给它换一下，注意啊，我们换成这个脸部更清楚一点。下边呢我们重新来采样一下啊，采样步数我们变成6步哦。注意啊，我那个真品写错了，我改错了地方了啊，这儿是6，这儿是25，别的不用动。好，下边呢我们重新来跑一下。现在是在加载模型啊，还没有真正的开始采样。现在呢开始采样，当然我们在前台是看不到这个进度的啊，所以说这儿看不到那个绿条，你可以点开这儿去看一下。它目前呢是0，你注意啊，120帧，然后呢我们是6步采样，这个速度呢就很快了。待会儿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和刚才那30步采样啊，它用的时间的一个差值，刚才大概是790多秒是吧？那影响这个速度的话呢，主要有2个元素啊。第一个当然就是采样步数，步数越少当然越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CFG 值 ，CFG 值越低，采样越快。因为呢 CFG 值指的是提示词的影响嘛，你设的越小呢，其实呢，我们在采样的时候呢，可能所做的运算呢也就越少啊。那2个元素加起来可以让速度加快。那我们唯一要衡量的就是质量。为什么这么讲？那如果你去降低采样步数，然后去增加速度，其实就像我们的 LCM 模型一样，那你会发现 LCM 模型不管怎么优化，那它都是会出现质量下降的情况。那这个也是这样的啊，它肯定没有什么就是原来那个效果要好。那你就看一下它这个最终的效果你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这个加速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有效的。那如果你觉得质量变得很差，那这个可能你就不适合用这个加速技术，对吧？好，现在你注意啊，是138，那确实大概10倍吧，不到10倍，9倍，的确是这样。那我们下边呢来看一下啊，这个效果怎么样？我鼠标移上去啊。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背叛、欺骗。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就是6步采样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你可以去试一下。如果我让它效果再好一点，我改成15步采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给它改成15步采样，按道理1倍多嘛，是吧？那你看一下是不是生成的效果会更好？那这个速度呢就会慢很多了。这个思路其实跟我们的 LCM 模型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它虽然说4步采样可以生成一个图片，但是我们一般呢会适当的去提升。那么所以说呢，你在提升步数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提升质量是有帮助的。那你就看一下，就是我们增加了步数，那这个效果是不是明显？你用肉眼是不是能感觉出来它跟原来的不一样啊？那这次采样也完了啊，用了249秒啊，比刚才多了1倍，稍少一点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15步采样的效果，这是6步采样的效果，你能感觉出来明显的不同吗？其实我是感觉不出来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你没有必要通过增加步数来提升这个效果，这个效果肯定是有提升的，但是我觉得呢，不明显啊，就是不知道嘛，对吧？所以说这是这个问题啊。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啊，大家如果用这种加速模式呢，可能会踩哪些坑？那我们比方说大家注意啊，我们用了这样一张图片，现在我们换一张，那我们用这个，那我们重新来跑一遍，同样是6步采样啊，这样我们把它也保存一下，这是6，这是15，我鼠标不能往上移啊，往上移出声，对吧？影响大家的这个影片观看的这个质量啊。现在呢这个速度应该很快啊，大概100多秒啊，2分钟就可以采样完成。好，这个更快啊，117秒。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结果啊，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怪？就没有之前的这个那么稳定啊。你看它有闪动，对吧？很明显啊。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的时候啊，用的动作
是 pose 01，而这个 pose 01其实呢是根据这个人的身材比例得出来的一个动作的序列啊，虽然只有手的啊，但是它的确是根据这个人，而这个人和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这个身材比例在画面当中占的这个像素点，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们之前在上一个视频当中给大家说过，我们怎么对自己自定义的这个数字人来生成它对应的姿势以及姿势的导出，这个我们之前都说过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你需要改成你自己的那个姿势，就是和它匹配的这个姿势。那我们可以选一个，大家看一下啊。那我们把这个 pose 呢选成这个768×768，就是专门为这个角色定制的一个姿势。但是你注意啊，我们在之前都测试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它新版的这个更新之后啊，它会出错。你看一下这个错误，这个我没有去细查啊，按道理呢，这是它更新的一个疏忽的点，就是它在上一版更新的时候，这个还能跑通啊，但是在这版的时候自定义姿势就不能使了啊，但是我相信它很快会修复这个问题。那所以说呢，我们必须保证模特和姿势是匹配的。那现在我们能用的其实只有什么呀？这些姿势，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是不行的啊。你用 pose 01是可以的。那如果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只能靠什么？只能靠这个我们生成的模特去靠这个姿势啊，就是去对齐这个姿势。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思路，因为你去看啊，在 Echo Mimic 的这个扩展里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cho Mimic V2 里边啊有这个 Asset， 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叫 Half Body 啊，就是半身的这个 demo， 这里边呢有这个姿势，就大家看到的这个。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叫 Reference Image 啊，当我们点开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这个人物，而这个人物呢姿势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对吧？这个姿势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基本上要保证什么？就是它大概是这么一个姿势，而且身体比例呢也差不多，对吧？这样才会对齐的更好。那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说过这个怎么去做啊？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工作流，大家看就是这个工作流啊。这工作流的话呢，就是我们用到了 Flux， 因为 Flux 生成的这个图片会比较真实。我们在这儿用了一个这个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当然是我之前准备好的啊。这儿呢，我们用了这个 Flux Tools， 也就是官方提供的这个 Depth 的 ContourNet，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啊，主模型这儿，我们加了一个 Depth 的这个 LoRa， 让它具有 Depth 的这个能力。同时呢，加了一个小红书的 LoRa， 这个用的是第几版？第一版嘛，我们改成第二版啊，Flux 改成第二版。然后呢，用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 LoRa， 当然你这个用不用都行啊。然后经过30步采样，其实我觉得25就可以啊。然后这儿用的采样是小红书的采样，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个 Depth 啊，就是这个图，而这个图是哪来的？就是我们刚才从这里边找了一张，就比较清楚的。那你可以挑一张别的啊，因为各个姿势都一样嘛，除了这个啊，各个姿势都差不多。所以说呢，你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用它当深度图去生成一个什么？去生成一个对应的这个角色啊，它就会更漂亮一些啊。下边呢，我们跑一下，大家看一下。大家就可以生成你虚拟数字人的一个模特啊，而这个模特呢，跟这个它基本的姿势呢是一样的，那对齐起来呢就会更加的简单一些。那有人说我用 Canny 是不是行？Canny 呢约束能力太强啊，就是说你拿轮廓的这种，所以说呢还是用 Depth 来做啊。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每次生成的时候呢，这个人物的一致性呢，就是轮廓的一致性可以保证啊，而且细节上呢它有一些变化，对吧？所以说呢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就是这个权重的话，当然你可以自己去调，就是 LoRa 的这个权重。那我们这儿呢，其实让它多生成几张，一般呢我是生成32张，从里边调这个感觉最好的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多啊，你可以生成8张或者4张，从里边调一个最好的。总体上呢，大概掌握住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就是前后的这个对比要有。比方这张其实稍微差一些，因为呢这个衣服和后边的背景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另外的话就是看这个面部啊，你是不是感觉这个你更喜欢一些啊？
那我们大概生成了这么多啊，你可以挑一张你比较喜欢的，看哪个啊？我们随便找一个啊，比方这个，我把它拷贝一下，进到最早的这个工作流里边，然后把它粘上。那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头发挡着眼睛，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那下边呢，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效果啊，就是这样生成出来的就没有问题。注意啊，这个姿势我们必须调整一下啊，除了我们自定义的姿势之外，别的你选哪个都行啊。好，下边呢我们直接跑一下。这个采样也完成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鼠标移上去，看一下唇形。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背叛。来看一下啊，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呢，大家会发现这个加速模型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你重点看一下生成的质量，你是不是满意啊？那如果你满意的话呢，其实它就解决了速度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可否认啊，就是使用了加速模型之后，质量会比30步采样是有所降低的。但是呢，降低的不是特别差啊，不像那个 LCM 采样，降低的非常的大，是吧？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就看你实际场景的一个应用啊，和你真正的一个需求了。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